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美国都要把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这可是大事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9月2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提出的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条约文件。这个新闻在网上被不少大 V 传播成了美国认定中国是发达国家，但事实上这是个假新闻，或者是片面的理解。实际情况是，美国参议院在修订蒙特利尔议定书时取消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受益地位。不过今天我们真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为什么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且要维持自己作为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重要性。网上有这么一个笑话，说联合国开会，美国代表声称我们是为世界和平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台下会轰然大笑。但是另外一个笑话就与中国有关了，中国代表说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台下呢又轰然大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吗？当然是。有些人觉得是笑话，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全球 GDP 第2高的国家，更是一个工业产业链最健全的国家。其实是不是发达国家，主要指标就是一条，人均 GDP 超过2万美元。今年联合国世贸组织认定韩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人均 GDP 是3万1000美元左右，而2022年中国的人均 GDP 为 1.2 万美元，位居世界的第63位，也就是刚刚超过俄罗斯，大概是罗马尼亚和智利的水平。如果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几亿人口刚刚完成脱贫。在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有关问题上，近年来美西方多次以 GDP 总额来模糊界限，试图剥夺中国的这一地位。那么中国明明是发展中国家，为何美国要强烈的把中国拉入发达国家的范围呢？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条款是比较普遍的，包括在国际贸易、联合国会费、环境减排等方面。比如中国因为是发展中国家，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就有更长的缓冲期，而发达国家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的资金援助。在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内，发展中国家对劣势产业方面也有较长的保护期和缓冲期。所以美国现在力推把中国搞成发达国家，主要就是让中国更早的承担发达国家才需要承担的责任，主要是要求中国增加减排力度，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中国未来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着第3世界国家领袖的地位，关注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岛国等地区的发展，让自己有更大的朋友圈，这是中国塑造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环境的努力方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那就意味着我们有100多个同样身份的朋友。成为发达国家非常难，现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2极分化非常严重，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从一个阵营进入另外一个阵营。新加坡、韩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从发展趋势看，未来能够达到人均2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也就是中国、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和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以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如果我们实现了初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美国其实是非常害怕中国发展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的。因为成为发达国家的中国将是能够与整个西方产业链进行竞争的国家，也将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现在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其实最担心的是中国度过绝对安全临界点，也就是综合国力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全球首个综合实力排名第1的
发展中国家，美国也会想办法扼杀中国的发展机会，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